今天讲中国的神话故事以及其中所藏着的有关外星人的秘密。说起咱们华夏民族的历史啊，是个小孩都要来一句中华上下5000年。5000年的历史看似很长，但实际上据历史学家考证啊，中国的历史最久还可追溯到8000年之前。如果真的如此，那苏美文明都还得往边上靠一靠。然而这长达3000年的历史，在许多史料中都是一片空白，很多时候只能从一个个神话中去慢慢挖掘。因此这3000年也被史学家称作上古神话时代。在上古神话时代里，有8个威名远扬的人物，他们被后人称作三皇五帝。这其中的三皇指的是伏羲、女娲还有神农，而五帝呢，则分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听到这里有人就会问，这黄帝不总是连一起说的吗？单独拆开又有什么区别？这里就涉及到古文字学了。所谓的黄，就是天上的天神，是超越人类阶级的存在。如果放到西方那就是所谓的上帝。而帝则是天神的跟班，负责传达天神的指令给人类。而在帝下面呢，还有一个王，也就是人类部落的首领。在神话时代阶级观念还是非常根深蒂固的，皇就是皇，帝就是帝。之所以后来各朝代的君王都要被称为皇帝，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皇和帝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人类的王呢，就希望跨越阶级，成为新的皇帝。而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这种从王到帝再到皇的阶级分化都曾存在过一段时间。说到这里熟悉苏美文明的朋友肯定发现了，中国的神话历史其实和苏美王表是极为相似的。苏美王表一开始呢，都是一批天神的名字，天神下面是法老，然后呢再是普通百姓。过去了几千年后，天神才慢慢的被人类所取代。那值得一提的是苏美王表最初的天神数量和三皇五帝一样，也都是8个人。这样的巧合呢，不仅让历史学家们好奇，中国5000年前的神话历史究竟是自家诞生的，还是整个世界共有的呢？先让我们从三皇五帝的身世讲起第一个是伏羲。伏羲呢是女娲的哥哥，同时呢还是她的丈夫。在新疆出土的伏羲女娲图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伏羲和女娲一样，都是人形蛇身，全身呢还都布满了鳞片，长相呢也几乎是一模一样。从图片中我们还能发现，在2人的手上分别都拿着一个奇怪的东西。据历史学家考证，这2个东西分别叫做圆规和方具。而说到这里不知有没有人会想起那个在西方传说中秘密统治人类2000年的光明会，它的图标呢就是一个圆规加一个方具。除此之外图片中伏羲和女娲纠缠起来的样子，和一位希腊天神爱马仕手里拿着的蛇杖非常相似。无独有偶，古希腊的冥王神欧西里斯，他手中的权杖呢也是双蛇杖，同样都是蛇，同样都在7、8千年前，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隔着一个太平洋。这历史为何还如此相似呢？有人说2条蛇卷在一起的形状和人类的 DNA 非常相似，因此呢，双蛇代表的是人类的起源。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你说古人科技那么不发达，又怎么会知道 DNA 的模样呢？除非伏羲和女娲知道人类最初是怎么诞生的。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点，神话中有提到伏羲和女娲是一对兄妹，兄妹之间结婚，如果不是真爱的话，那只能是另一个原因。为了保证后代血统的纯正，从结果逆推回来，伏羲和女娲的血统很可能与普通人类完全不一样。那他们又是什么物种呢？这又引出了另一个假说，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其实全都是外星人。他们之所以近亲结婚，就是为了保证外星血统的纯正。而除了中国外在遥远的埃及，他们的皇室呢也是采取内部通婚的形式。
在他们看来啊，自己作为神的子民，一旦和普通人通婚，那么就不再获得神的眷顾。说完了伏羲，咱们再来说一下他的老婆女娲。想必没有哪个人不知道女娲补天和女娲造人的神话吧？可在这两个神话当中，却存在着一些重大的漏洞。虽然我们都知道女娲使用泥巴捏人的，但这其实是后来的神话作者自己给加上去的。那为什么要自己添加呢？其实在最初的神话当中根本没有提到女娲是怎么造人的，似乎被刻意忽略了这个过程。翻了一页发现啊，人类就已经诞生了。而在西方的神话历史中，上帝造人的过程也被忽略了，亚当和夏娃一夜之间就被造了出来。而另外一个神话女娲补天，在古代呢也有非常多的版本。其中流传最广的是说，有天水神和火神打起架来，最后呢水神输了，一气之下呢就去撞这个不周山。而这个不周山呢，在神话里是支撑天空的4根柱子之一。这柱子被撞断一根，天空呢也跟着塌了一半，天上装的全是水，全部都冲向了地面，把人类啊都给淹死了。这女娲一看啊，大事不妙啊，眼看就要再重新造人，那立马拿着五彩石来到了天上，把这个大洞给补上了。人类呢最终得以幸存。而在西方世界也有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那就是圣经中的大洪水。两个神话中人类都差点被洪水给灭绝，只不过呢原因不一样，一个是火神和水神打架，人类受到无辜的波及，而另一个呢则是人类惹怒了上帝，上帝用大洪水来惩罚人类。接着来说神农，那说到神农啊，大家第一反应应该都是神农尝百草了。神农和前面的伏羲女娲呢是完全相反，他们呢是人头动物身，而神农呢则是动物头人身。只不过啊，他这个头不是蛇头，而是牛头，也就是古代神话当中常见的牛头人。其实在埃及神话中也有类似的形象出现，在上世纪出土的大批埃及壁画中，我们就能看到许多牛头人身、鸟头人身，甚至狼头人身的存在。而这种人与动物合二为一的物种啊，早在苏美文明的神话中就有所体现。苏美人认为啊，人类的文明是由来自尼比鲁星球的外星物种阿努纳奇创造的。而阿努纳奇这个词呢，其实要分成2半来理解。前面的阿努是外星人的老大，也就是苏美人民口中的上帝，而纳奇呢，则是上帝的跟班。而从流传下来的壁画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阿努和神农一样，都是牛头人。阿努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做赛格，是传说中的医疗之神，同时呢，也是生育之神，和我们东方神话当中女娲的设定可以说是相差无几。而更巧的是啊，医疗之神的骨头藤就是一条蛇绕在一根权杖上面，而这条蛇呢，就是医疗之神的象征。也就是说，很可能阿努的女儿就是一个和女娲一样的人头蛇身的生物。那这样一来，和阿努极其相似的神农，会不会就是伏羲和女娲的父亲呢？如果是的话，那么古中国神话中的3皇都能被苏美神话的各种天神一一对应。这到底是机缘巧合呢，还是因为东西方的神话记载的都是同一段历史呢？说完了3皇，再来讲讲其他传说。在远古时期啊，有关太阳的神话是非常之多。在人们的眼里啊，太阳便是世界的源头，有谁能够进入太阳，便能够长生不老。因此呢，也有了夸父追日的神话。夸父的意思呢是高大的男子，而他为什么要去追日呢？有的版本说啊，是因为太阳太晒了，夸父怕被晒黑，想把太阳给赶走。也有的版本说啊，是地球太冷了，夸父没有衣服，怕被冻死，就想把太阳给摘下来。但不管哪个版本啊，夸父都追了整整10天10夜。但离太阳越近，夸父呢也越口渴，渴了怎么办？来到黄河边上，一口气就把这黄河给喝光了。喝光了以后，继续去追，可差一点就能抓住的时候啊，就被太阳给热死了。
从这个神话当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夸父锲而不舍的精神。但你是否想过，如果夸父追的并不是太阳，而是其他东西，比如说是外星飞船？除了夸父追日外啊，还有这么一个故事和太阳有关，那就是后羿射日。故事中的太阳呢，从1个变成了10个，24小时是轮流的在天上挂着，这人类受不了了呀，眼看着就要被热死了。部落首领后羿呢站了出来，他手上拿的是天帝给的弓，几下呢就把9个太阳给射下来了。再命令最后一个太阳呢，一天只能出现12个小时，那剩下半天呢都得给我躲起来的。地球呢因此恢复了和平。但仔细想想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传说呢？天上挂着的又真的是太阳吗？有没有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船呢？飞船向地面射出强光，而作为人类的最强者后羿便挺身而出，把飞船都给打下来。而后羿射完太阳后，天帝便把他的女儿嫦娥许配给后羿，还给他了一颗长生不老药。后羿呢舍不得吃，想要留给嫦娥，那没想到啊，却被一群坏人知道了。坏人们呢，趁着后羿不在，闯入后羿家里，想要杀掉嫦娥。情急之下呢，嫦娥只能吞下长生药，从此呢，变为了不死之身，一路啊是飘到了月球。但在一批学者的眼里啊，天帝就是外星人的老大，也就是苏美文明中的阿努，而长生不老药呢，则代表外星人的机密科技。后羿和嫦娥呢，则是外星人和人类结合后的半人类，一旦吃了这个药啊，就能彻底的成为天神。这样解释啊，似乎也可以说得通。中国古代神话与苏美文明之间确实有很多无法解释的巧合，但他们如果记载的都是有关外星人光临地球创造了全体人类这件事的话，那确实能够解释为什么那3000年的历史会是一片空白了。但先不说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啊，单单对比东西方的神话，我们的神话听起来呢，确实是让人觉得有迹可循。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点击关注、评论、点赞，都能让我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再次的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